大家好，我是夏妈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嘴巴里面有挂皮筋，就习惯性不太敢笑，还是以录音的形式和大家聊会儿天。天天陪我熬夜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难得的个人时光，大家不要猜测我的婚姻很健康，家庭也挺好的，主要是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，然后也没那么累，偷个懒。天气好起来，如果能走，也就是28、30左右到老家哈，就趁这个时间和大家聊一会儿我的个人经历。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漂亮，那可能是我活得好，之前都不太行，尤其是刚结婚生子，就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，没有图片给大家作为对比。那个时期那么糟糕，自己不会去记录，然后也不会有人帮你去记录哈，基本上所有的图片我都删掉了。不好的经历不要留着回忆，也不希望就是拼接起来，就是作为励志的这种经历故事讲给大家听，我觉得对自己挺残忍的，不想那么做。心理路程倒是可以分享一下，前期很痛苦，中间很难熬，结果看个人，这个真的就只能靠自己去改变自己。你尽力把自己从那个状态拉出来，需要一点时间，不要灰心哈。做现在能够看到的，自己能够控制到的是比较有效的，也是有价值的。见面呢，肯定是要带上见面礼。分享一下你们感兴趣的，我就是做菜的时候怎么拍的哈。有朋友说我挂在脖子上，那没有的，就有支架的。就拍之前就是把那个镜头给它擦干净，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保持了8年的习惯。基本上就是左手拎支架，右手拎锅铲，就这么熬过来的哈。现在是全网2300多万的粉丝朋友吧，你们都是自由的，就是你现在关不关注我哈，也不一定能够刷到我，只要喜欢我，你经常能够看到我的。做视频大家不要给我赞，我不喜欢它跑得太高，蛋糕必跌重哦，我就喜欢平平淡淡的。然后平常做菜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多点一下。然后现在这种竖着拍的话呢，就是竖屏，你把手机横过来，也要等到它那个就是那个录制键也横过来了，然后你才开始哈。这样的话呢，整个屏幕就是横着过来的，就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去拍自己想拍的，一段一段录自己想要的哈，洗菜切菜。然后就是这种远近拉扯的话呢，手机是可以这样子自己去拉，然后用相机的话呢也是会有的，就手机比较方便哈。我个人认为你是可以随时拿着出去的，就虽然说你现在做这个不一定有结果，但是总归是可以尝试一下。最早的时候用的也是手机，现在也是用的手机，就中途我用的就是相机了。设备这个东西，除非你是做那种高质量的视频，那不然其实日常生活中一个手机就完全能搞定。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做出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或者是能不能做出大家想看的内容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还有就是能不能让自己去坚持下去，行动和想法都要保持在一个频率上面哈，缺一不可。你就一定要把自己脑子里面的东西把它做出来，这个才是有效的。如果是相机，不管是哪个牌子，我的个人经历呢，就是你要用这种翻盖的，自己在前面是可以看到录制的状态的，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方便，不用来来回回的跑。因为手腕的问题，我现在的话呢，厨房用的是这种就是那种手机支架，可以折叠来回的去调整一下自己想要的角度，就比较方便，不用搬三脚架那么的厚重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台面的那种，就是半软骨的那种也是挺可以的。然后剪辑的话呢，现在有很多可能自己需要去学习一下，这个没有办法去帮到你，就前后啊不想要的这种东西把它裁掉就可以了。我很少用到转场，只要你整个画面啊顺序是可以衔接上的，其实转场有没有都没有必要哈，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做得开心，太累了你不一定能够熬下去。手机电脑都很方便，我们那时候用的是电脑哈，就很慢，然后要一个一个的去弄，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视频拍下来200-300的素材，就是200-300个那个片段，然后就一个个去剪，很耗时间很耗精力。然后录音的话呢，我也是像这样子，现在就是用手机录的，就声音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语音聊天一样。以前声音不同是因为我用的手机不同，环境不一样，那时候就半夜深更躲在被子里面啊，等到他们睡觉了以后我才来录音的。然后要么就是躲在厕所啊，或者是躲在阳台啊，基本上都不一样的环境。然后现在字幕也就是你可以识别的，以前都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去给它写。便利的同时也代表着竞争也比较大，大家要加油。我也在自救，有很多东西也要去学习，就是不要忘掉了自己的学习能力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基本上也就是1日3餐。
我能够照顾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就蛮幸运的，也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。新的一年生活的时候好好生活，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，能够放假的时候我希望多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世界的每一面。我们下次再见。